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阿丹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日本的1月1号，也就是所谓的新年。然后呢，我们特地订了一个就是 OCG 料理，就是日本的过年的时候会吃的料理。那这是在乐天购物网站上所订购的。那等等呢，会就是开箱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订的料理是长什么样子。那在开箱之前呢，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其实日本的正月大家就知道是1月1号这个日期。每年的1月1号的时候，日本呢就是大家会家人全部聚在一起，然后类似一个围炉的感觉，那一同享受一种料理，就是叫做 oseji， 就是我们说的过年菜。那一般来说呢，通常会从年初一吃到年初三，那就是12月份的时候，如果有来过日本旅游的朋友的话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其实，在12月份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各大百货公司啊、杂志啊、广告、电视等等的，其实都会有许多这种 OCG 料理的，就是广告等等会出现。那所以其实可以看到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，其实对 OCG 料理是非常的一个重视，还有以及讲究的。但其实为什么它是冷的饭菜？那其实日本它有2个说法。那第一个说法是说，你初一到初三的时候，其实天上的神灵其实是跟你一起在家里的。那如果你烧火做饭的话，其实会惊动到神灵，非常的不吉利。所以就是大家宁可吃冷掉的饭菜，也是要讨一个吉利。那这是第一种说法。那第二种说法呢，就是说，因为在家里通常做饭的不是妈妈或者就是你老婆或妻子等等的，那辛苦了一整年。那过年的期间，就是也让妈妈、妻子休息一下嘛，就是让他们好好的休息。所以新年的时候，大家就不开火，然后就是吃这种已经事先做好冷掉的过年料理。其实它这种料理通常会有3段或者是5段。那近年来大概都是以这样3段为主流。然后5段的话，通常就是要花更多的钱，然后通常会有一些更豪华的料理，通常也是要到一些那种超级奢华的餐厅啊，或者是网上订购才能够买到，就是5段的料理。对，好紧张。OK，一开始呢，他有写了一张，就是祝你新年快乐，然后还有料理的介绍，对，然后总共是有3层，然后有34种料理装在里面。那我们现在就打开来看一下，是装在了一个粉色的盒子里面，大概长得像这样子。那我现在把它打开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其实，在乐天上所订购来的这种 OCG 料理的话，就是真的是比较就一般的木箱，就不是说非常高级的那种。那就是对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那よいしょ，哦，看起来非常的丰盛的。那镜头看一下。那我们就一次把3层摆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大家图片上可以看到非常精致的料理，一层一层的装置在这盒子里面。那其实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味，但其实它口味都是属于比较偏甜一点，所以不太喜欢吃甜食的人可能要配点茶，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做一个简单的开箱，还有就是 OCG 料理的简单的一个介绍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等一下呢，还会就是挑今天就是介绍过的内容的里面的大概1-2个单字，再来跟大家介绍说今天的日文小教室。那也请大家继续看到最后哦。Hello，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日文小教室的时间。那今天我要介绍的2个单字，第一个是刚刚影片中已经出现过很多次的日本的年菜，叫做おせじ料理。おせじ料理。那就麻烦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，おせじ料理。那呢，它第一个单字的例句呢，就是我们可以来讲一个很简单的，おせじ料理食べましょう。意思就是我们一起来吃过年菜吧。那跟着我一起再念一次哦，おせじ料理食べましょう。おせじ料理食べましょう。
对，那就是如果你有过年的时候呢，跟日本人一起，或者是有这个机会的话，其实也可以试试看，或者是你在比如说2月农历新年的时候啊，也可以就是跟着爸妈，或者是跟你的日本朋友讲讲看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哦。那第二个单字要介绍的是，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年末年始。那年末年始其实日文也是同样写一样的汉字，那发音呢是年末年始，跟着我再念一次哦，年末年始。对，那第二个这个句子的例句呢，我们就是可以常常，比如说问人家，啊，你年底年始有什么计划要做什么啊？啊，你年底年始有什么要做什么的事情吗？那这个时候呢，通常我们就会使用下面这一句。那请大家仔细听哦。年末年始何しましょうか？年末年始何しましょうか？对，那这句呢就是大家会常常用的。那其实你也可以换在其他地方，比如说，後で何しましょうか？你等一下想要做什么啊？後で何しましょうか？对，所以这是今天介绍的主要的2个简单的例句跟简单的单字，希望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那今天的教学呢，就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麻烦你帮我做订阅、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。